性能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是啊。 要说维嘉这个角色不赖是不可能的，一些轻度玩家会把它归类到这是 BOSS， 强一点没关系，来劝导自己。然而重度玩家呢，早就被我们维嘉大人调教好了，一边骂着脏话，一边被精神力各种 play。当然啊，这个比较看人，像以前还有打了一天一半的时间都在打维嘉的抖 M 玩家也是有的。不过话说回来啊，维嘉在这一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怎么让一个 BOSS 在玩家群体当中印象口碑不是很好呢？ 维嘉大人最重要的改革节点是从4代到5代，4代维嘉整体性能拳脚其实都很不错，前后走移动速度也非常优秀，但当时受限于全蓄力指令，在立回中抓大伤害的机会非常少，并且它的连段伤害也算不上很高，强度在4代里表现其实比较一般，但因为剪刀脚、电钻、彩头的奇妙蒙太奇，让他在牵制过程中风险很小，最终也成为了4代新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噩梦角色。不过大家不要忘了，5代之前的街霸其难度之逆天可是出了名的。乍一看这些招不就是点几下取消，非常简单，实则在连段中都需要0到1帧的木压，基本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准1帧和0帧的按键节奏。还有蓄力玩家必须学会的利用持续时间延迟输入和蓄力残留实现红 SA 前 UC， 也能难倒如今80%以上的玩家。那么5代作为一个间隔作品里简化幅度最大的一代，维嘉调整了在4代存在着伤害与指令的诟病，在新4大天王时代算是彻底摆脱过往的束缚，起飞了。5代的维嘉移动速度迎来了极大幅度的削弱，但在气质上反而更符合 BOSS 的设定。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维嘉的前是可以穿播的，并且在 VT1 开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前到敌人身后，而这个也是街霸5初期维嘉的主要玩法之一。移动这一块啊不详细展开了，时长控制我们就聊聊它5代最值得说到的内容。它的站中脚帧数判定非常恐怖，打中加6，背防加3，哇塞，这个东西非常之逆天哈！在连续中脚的情况下，对手根本不敢随便动，敢按招就是 crush counter， 再搭配下前重拳持续加帧压制，那种绝望啊，只有跟维嘉打过的玩家知道，能给人气笑真的。然后其他常规招如剪刀脚和彩头这些基本上变化不是很大，但彩头会因为是不是 VT1 而增加逆向属性。S2 过后的街霸5很多角色都削弱了点拳对空的能力，但是维嘉在后几个赛季里依然可以用下轻拳进行比较稳定的对空，这个也算是比较逆天的地方了。总结一下，就是维嘉在5代是一个压制力极其恐怖的角色，但又因为移动速度太慢和剪刀脚需要蓄力限制了一部分立回的强度，不过整体也算是一个比较强力的角色。但是街霸6的设计师仿佛是不当人了，很多以前纯蓄力角色放到现在逐渐变成了指令招，我们维嘉大人是不是也该优化一下了？那他优化了什么呢？哎呀，上一代移动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呀？结果做回了类似4代的速度，甚至他还把剪刀脚从蓄力改成了指令。这一招为什么是蓄力更合理？因为它发生速度快，距离还远，在过去是维嘉非常重要的起攻招之一，现在就等于是在立回层面直接脱离了以往的种种限制，现在可以随意挥霍剪刀脚。另外，设计师给他的绿冲也是游戏里 top 级别的速度，距离也都远了一批，不仅方便维嘉能掌握更多压起身的距离范围，还能经常打个对手出其不意。但只聊到这儿的话啊，这个角色也足以预判为强角色了，对吧？结果更恐怖的是什么？我都不提刚出来的那个版本哈，就在现在被入血后的维嘉在连段上的收益也非常的恐怖。普通头之后，无论什么位置都能稳定压制。后重脚虽然不及上一代，但是它设计成背防加1，是因为有绿冲 buff 的影响，不能做得太过分。但还是有无数玩家被晋升后的后重脚折得哭爹骂娘啊！还有立回站重拳，这个用起来啊和上一代真的很像，除了处理方式有点像以外，那个伤害收益也很稳定。而且这一代埋雷是随便用的，不像上一代做成了 VT2， 维嘉每次埋雷后就有一个回报极高风险极小的炸弹触发，而这种版本还能继续埋雷。这种情况到板边，你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当然，以上这些啊，顶多算是这个角色有多么赖，但只是因为这些赖招多的话，我觉得还不足以称之为糖。当初不知火舞出来的时候，我有想过更新维嘉的杂谈，但当时火舞的赖已经盖过了维嘉大人，而且对于新人来说，火舞必须要稍微理解一下扇子才能赖得无懈可击。但维嘉却是一个新手可以在撸完10次之后，也能凭借意志下按把对手按死的高糖赖逼。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性能过分的地方以外，我看得出来设计师有点刻意放慢了个别拳脚的发生速度，但他们在帧数判定上又做的不像是想把控这个角色的性能。比如他的站中拳，因为是背防平帧，很多新人要么没有刻意去抢招，要么就会因为距离按不出来，然后算上绿冲 buff 所有拳脚加4的效果，就导致了很多维嘉只需要近身一直重复按中拳就能把对手控得老老实实，就算被抢啊，也是大家重新拼招，可一旦摸康啊，收益就极高。然后他的踩头，新人不好比较稳定的对空就不说了，被防之后那个手感我一直都觉得挺怪的，因为他的中拳不是比别人慢一点吗？这个时候你动当然被打康跑，但我感觉即使我刻意再延迟一点拆头，也会被直接打康。然后再是剪刀脚和常规近身后的延伸，改成指令之后呢，又没有成本啊，打新人维嘉他的剪刀脚还是比较好对策的，但是稍微会玩一点的维嘉，他用剪刀脚就放得很小心，一旦摸中就开始头折、打拆、上下起手、打后走这些不断的循环啊，最后啊摸到机会随便一套就是一大管血。总结一下，为什么传奇奈死亡维嘉会成为糖果朝天练习生啊？因为维嘉不仅有很强的压制能力，在近身打折的时候回报高、风险小，并且几乎在任何版本拳脚起手的情况下，收益都远远高于一些角色啊。绿冲速度极其优秀，前后走的移动速度也还不错，在拥有种种赖招的情况下，站中拳、蹲中拳的各种组合按起来没有负担，但对手要考虑的风险就很多了。只要新人练好了维嘉的民工连，就可以说是能依靠这股精神力拿到原本不属于他的分数。如果你要来问我这个角色适不适合新人呢？我真的很难给你一个精准的答案，因为在我这种传统阶级派来看，维嘉或许能让你上分，但他也一定会让你培养出一些坏习惯，并且说他赖的话啊，现在很多角色其实也比以前赖了不少。所以我思索半天后的答案啊，我想还是用之前刷到了一个视频来为大家解答吧。I don't recognize Bison player. I don't know. Like every time I lose against Bison, I'm like, okay, I guess wrong. I don't know. Did he play good? I don't know. It's just like random standing heavy punch, punish crouch counter. Run random standing heavy punch crouch counter. He gets like fucking million years to confirm into anything. Psycho Crusher. He can confirm into 80 years. Scissors kick. Fucking motion. I don't know. Did he play good? I don't know. He just like did random things. 那差不多以上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最近也是利用上班通勤的时间，一点一点把文案赶出来，等休假的时候赶出来做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以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哟。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秃头，你还愿叫我一声艺术家吗？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Adios。就让我逃离宿命的牢笼，不需要随波。也许你会发现。